玩具總動員5的反派是一台 iPad， 看的時候你會一直點頭，對，孩子就是被屏幕害的。但看完我覺得他罵錯了對象。孩子離不開屏幕，真的是電子產品的錯嗎？大家好，我是 ZZ 爸爸，主業是 AI 產品經理，太太是兒童心理學家。我們一起去看了《玩具總動員5》，看完之後2個人聊了很久。今天我想從家長的視角聊一下這部電影給我們什麼啟發。總結下來，電影裡有3個點我們是同意的，還有一個點電影完全沒有講到位，整體感覺就像一個工整的小論文，論證了 Screen Time 的危害。先說第一個我認為他講對的地方，電影裡那台平板叫 LilyPad， 幫你拿到它的第一天就停不下來，第二天爸媽說要控制時間了就不習慣了。電子產品對孩子來說很有吸引力，是孩子擋不住的，他們還沒有那個自控力去喊停，這一點拍得很真實。還有一個細節我印象特別深， LilyPad 跟小女孩 Bonnie 說，那些女孩1年前就開始玩這個遊戲了，你才剛開始，我得幫你趕上來。你聽這個口氣又貼心又可怕，這是我覺得電影更狠的地方，它點出了新的一層，屏幕已經不只是一個好玩的東西，它現在還加上了社交屬性。現在很多孩子交朋友約 Playdate， 約出來不是去公園，而是一起上線玩 Roblox、Minecraft， 你不玩就融入不了他们的話題。電影裡其實也藏了這一點，邦尼在線下是有點怕社交的，他不是不想交朋友，而是面對真人的時候會緊張會尷尬。LilyPad 剛好給了他一個躲避的地方，在屏幕裡他不用去面對那種尷尬。最近有一本書是美國老師都在聊的，叫 The Anxious Generation， 核心觀點就是這一代孩子的童年從一個以玩為主的過早的變成了以電子產品為主的童年，社交也搬到了線上，所以孩子覺得不玩遊戲還會少了一群朋友，有種錯過了什麼的感覺。 FOMO 是真實存在的，這個遊戲加上的社交屬性電影戳得很準。第二點，電影裡有一個台詞讓我印象很深，有一個電子玩具說我的主人一直在跟我玩，然後 Jessie 說你那個不叫玩，我說的不是 game， 是 play， 是 real play， 真正的玩。這句話我想了一下，很有道理，玩電子遊戲和玩遊戲真的是2回事。差在哪兒呢？差在想象力。電子遊戲裡屏幕往哪兒走，什麼時候響，什麼時候給你獎勵，全都設計好了，孩子只要被動的接住。而真正的玩是你跟另一個人一起憑空編出一個不存在的世界。電影裡那些玩具假裝結婚拯救世界，看起來好像很傻，但有很多的變化。我平時也發現我们家孩子笑得最開心的時候，就是孩子們自己瞎編出來的玩法。這就是關鍵，電子遊戲替孩子們把怎麼玩都設計好了，而真正的玩是邊玩邊想象邊社交。第3點，電影裡也不是每個孩子都沉迷屏幕，那2個女孩之所以最後能玩到一起，是因為她們本來就想交真的朋友，只是一直沒有找到同伴才去玩了 LilyPad。 這個我很認同，它其實給了一個挺樂觀的方向，但它差了一點的地方在於，對那幾個已經陷進去的孩子，電影幾乎是放棄了，把他們寫成了壞朋友，好像救不回來了。唯一的辦法是讓邦尼遠離他們。現實裡當然也有這樣的孩子，甚至有一點網絡霸凌了，可電影沒有往深挖，去問一句，這些孩子到底為什麼會這樣？很多時候沉迷屏幕往往只是表象，那深層的問題到底是什麼？它更多是一個信號，說明孩子身邊少了點什麼。一個更嚴肅的作品會去挖這些孩子家裡到底發生了什麼，電影沒挖，有點可惜。我自己有一個觀察，智能手機普及之後，人們面對面社交的時間越來越少了。表面上看是手機佔用了我們的時間，但往深裡想，手機給你的不只是消磨時間，而是一種低成本的陪伴。就像電影裡的 Bonnie，
真實的線下社交其實是挺累的，要忍受尷尬，要冒着被拒絕的風險。手機呢不一樣，它給你刺激，給你一種被連接的感覺，卻幾乎不用你付出來任何代價。所以這可能不只是多巴胺上癮這麼簡單，而是戳中了人性裡一個很真實的需求。最後我想說一點，電影讓我覺得遠遠不夠的地方，它幾乎沒有拍家長，我覺得這是最大的一塊漏洞。整部片子裡面好像孩子的世界只剩下2個關係，孩子和玩具，孩子和屏幕，家長基本是背景。為數不多的鏡頭，大人也在開 Zoom 的會議，有人提醒一句 You're on mute， 我們都很熟悉。這個細節其實埋得很好，家長自己也活在一個很線上的世界裡，很容易被電子產品分心。可惜電影點到為止，沒有順着往下挖，因為你要真往下挖，就會發現孩子被屏幕吸進去，很多時候不是因為屏幕有多好玩，而是身邊的大人也都在用各種電子產品，也没有在陪伴孩子。我自己有时候也下意識地刷手機，有一次我在看手機，孩子在旁邊叫了我幾次都沒回應，他們就開始唱歌 Do you know 的刷手機 man， 我都笑翻了，立馬放下來化解了尷尬。那電影最後給的解法是什麼呢？是玩具們出來想辦法去幫孩子解決問題，最後還安排玩具和 LilyPad 合作，讓2個女孩重新聯繫上。你發現沒有，最沒有存在感的家長，可真實生活裡應該正好反過來，真正應該主動解決問題的是家長，加上還是自己。所以電影的危機是真實的，解法卻是虛構的，這對我們做家長的其實沒有什麼可操作的東西。他結尾呢還想把技術的好處挽回一點，最後是讓孩子用 LilyPad 發消息才約上見面的。這當然沒問題，但太淺了。發短信這件事，20年前的手機就可以幹。今天的技術到底給了我們什麼新的東西呢？電影沒說。不過說實話，疫情隔離之後，那麼多遠程的創新，比如一起講故事，一起看同一部劇，現在看來好像都是曇花一現，都比不上真的有個人坐在孩子旁邊。好了，我們回到一開始講的《玩具總動員5》，哪裡沒有講到位？把 Screen Time 當作功底，把敵人解決了就沒問題了。但他沒敢說出口的是，要想孩子不被屏幕吸引，就需要一個願意放下手機陪他們的人。電影把這個角色交給了玩具，在我們家裡，這個角色只能是自己。我們家的規矩很簡單粗暴，吃晚飯的時候，我們的手機都收起来，聊聊今天在學校發生的事情，心算一下數學題，玩玩押韻的遊戲。你家有沒有這樣一個專門留給不帶屏幕的時候？看了《玩具總動員5》有什麼觀後感？歡迎在評論區聊。如果今天這一期對你有一點啟發，點個讚，關注一下，我們下期見。